太白金星，太白长庚。太白金星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知名度最高的神灵之一，据说是一位白发苍苍、表情慈祥的老人，忠厚善良，主要职务是玉皇大帝的特使，负责传达各种命令，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阴阳家则认为他是武神，掌管战争之事，主杀伐。只要金星在特殊时间区域出现，便是变天的象征，是爆发革命或政府变异的前兆，代表要发生大事了。《汉书·天文志》太白金天，乃天下革，名庚王。名称来由：太白金星名字与金星有关，太白金星，名21，太白即金星，一名起名长庚，明星。据诗《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启明、长庚皆金星也。另据《史记·天官书》曰：察日行以处为太白。正义引天官战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将军之也。古时以金星辰见于东方位起名，西位于西方曰长庚。《诗经》上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在阴阳家学说中，太白金星是主杀伐的武神，古代诗文中多以比喻兵戎。《西游记》有太白金星，李长庚，奉玉皇大帝旨下界诏安孙悟空之说。神话历史里的太白金星，太白即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为道教神。据七曜攘灾法描述，最初的形象是穿着黄色裙子，戴着鸡冠，演奏琵琶的女性神。明以后形象变化为老迈年长的白须老者，手中持一柄光净柔软的拂尘，入道修远，神格清高，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但多不被尊敬重视。最近的8流电视剧更有侮辱其存在的不良情节。同为太白星神的还有唐医史中提到与孙思邈交游亲近的太白九星，他们是4位游历在蜀地好饮而健谈的奇仙。广医记中也提到了一位同样在四川出没，自称太白山神的能召唤神虎的老人，还有宝莲灯里帮助沉香的太白金星。天宫外交官，历史上的统治者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总会有主战派和主和派。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把主和派理解为投降派，主和派多为反面人物，把他们与秦桧等面目可憎的人联络在一起，而主战派常常被理解为英雄。而《西游记》中的主和派太白金星则有些例外。一反主和派的丑恶嘴脸，是一位面目慈祥、和和气气的老头。《西游记》中能赢得孙悟空敬重的人少得可怜。对于大权在握的玉帝，他呼之为玉帝老儿；对于太上老君，几乎回回拿他开涮；对于如来，也只是为他而非敬他，嘲笑如来是妖怪的外甥。他更是把天宫的神仙呼来唤去。只有观音菩萨和太白金星让悟空敬重。悟空对于观音菩萨的敬重是源于对他的帮助和指引，而对太白金星的敬重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太白金星高超的交际艺术和朴实的人格魅力。太白金星不仅让悟空敬重，更让读者喜欢。吴承恩老先生刻画太白金星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知道，在西天取经9981一难中，阻挠取经大业的妖怪很多都是天上神仙的坐骑、童子、宠物等等，而太白金星是绝对没有这样不良记录的。太白金星的周旋能力无疑是出众的，这使他能胜任招安的钦差大臣。悟空打劫龙王，欺负阎王，惊动了天庭，玉帝下令围剿花果山，使太白金星立刻起奏，建议招安孙悟空。大天尊宣众文武仙卿，问曰：这妖猴是几年产育，何代出身，却就这般有道？一言未已，班中闪出千里眼，顺风而到。这猴乃300年前天产石猴，当时不以为然，不知这几年在何方修炼成仙，降龙伏虎，强消死疾也。玉帝道：哪路神将下界收服？言未已，
班中闪出太白长庚星，俯伏起奏道：上圣三界中，凡有九窍者，皆可修仙。奈此侯乃天地育成之体，日月运就之身。他也顶天履地，福禄参暇，今既修成仙道，有降龙伏虎之能，与人何以异哉？臣启陛下，可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与他即名在禄，居庶此间。若受天命，后再升赏；若违天命，就此擒拿。一则不劳师动众，二则收仙有道也。玉帝闻言甚喜，道：依卿所奏，即著文取星官修诏，祝太白金星招安。太白金星的这席启奏是很符合玉帝当时心里的。一方面玉帝不愿意出兵争斗，另一方面面对龙王和阎王的告状，也想给手下做主出气。太白金星的招安策略正好化解了玉帝的尴尬。太白金星承认悟空是天地孕育，既是天生就应该招之为天庭所用，这使招安变得理所当然，所以玉帝甚喜，立即批准。应该说太白金星是很会拿捏玉帝心理的，使得招安计划顺利实施，而从语气上让玉帝觉得是站在他的角度去招安，宣扬天庭的神威，肯定他的绝对领导地位。而太白金星一到花果山，马上进行角色转换，放下钦差大臣的架子，抓住悟空喜欢肯定他名头的心理，张口闭口大王，把悟空弄得高兴的要设宴款待，并马上答应跟助太白金星去天庭接受招安。其实招安是一件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主要是由于悟空生来就没有等级观念，对社会权力缺乏认识。你想他连水利局局长龙王都敢打劫，根本不会把什么钦差大臣放在眼里。如果太白金星按照规矩办事，以施恩的方式对悟空招安是不会行得通的，必须以平等和谦恭的语气求悟空到天宫做官，他才会接受。不这么做招安是不会成功的，甚至钦差大臣都会挨悟空的棒打。而抓住悟空天性好胜，喜欢别人奉承，利用他的性格弱点，就能把事情办成。太白金星对悟空的心理拿捏得非常准确，以出色的交际艺术化解了一场争斗。第二次的招安也同样取得了成功。太白金星能够招安成功，在于他出色的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而不是狐假虎威的钦差大臣。他在玉帝面前歌颂赞扬玉帝，又在悟空面前奉承夸赞悟空，表面上看似欺骗，实际上是一种必要的外交手段。在他的成功调停下，玉帝和悟空化干戈为玉帛，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好处。取经路上，唐僧被抓到陷空山无底洞中，那女妖精本是托塔天王的干女儿。悟空知道事情真相后，就到天庭状告托塔天王教女不严。玉帝又让太白金星随悟空去找托塔天王对峙，没想到托塔天王把自己几百年前收干女儿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认为是悟空诬告，命人捆住悟空。经过哪吒提醒才想起来，这回被悟空逮个正着，悟空死活不饶他，非要到玉帝面前讨个说法。托塔天王只得求太白金星说情。太白金星知道悟空爱憎分明，知恩图报，让悟空给自己个面子。悟空果真答应了，对托塔天王既往不咎，让悟空从玉帝那里撤诉。太白金星是如何办到的呢？我们看一下太白金星的劝言。金星道：一日官事10日打，你告了御状，说妖精是天王的女儿。天王说不是，你两个只管在御前折辩，反复不已。我说天上一日，下界就是1年，这1年之间，那妖精把你师父陷在洞中，莫说成亲，若有个喜花下儿子，也生了一个小和尚儿，却不误了大事。行者低头想到，是啊，我离8戒沙僧只说多食饭熟，少食茶滚就回，今已弄了这半会儿，却不迟了。老官儿，既依你说，这旨意如何回剿？金星道：教李天王点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旨。行者道：你怎么样回？金星道：我只说原告脱逃，被告扩音。行者笑道：好啊，我倒看你面情罢了，你倒说我脱逃。叫他点兵在南天门外等我，我即和你回旨剿状去。天王害怕道：
他这一去，若有言语，是臣备君也。行者道：你把老孙当什么样人？我也是个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岂又有屋檐顶你？天王即谢了行者，行者与金星回旨。悟空已经是非常机灵聪明，太白金星却能诱导悟空撤宿，使他屡屡中招，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个外交官的才干。李白与太白金星。在与金星相关的众多传说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应该算是关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事了。传说李白的出生不同寻常，乃是他的母亲梦见太白金星落入怀中而生，因此取名李白，字太白。长大后的李白也确有几分仙气，他漫游天下，学道学剑，好酒任侠，笑傲王侯。他的诗想象力欲上青天揽明月，气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无人能及。李白在当朝就享有谪仙的美名，后来更被人们尊为诗中之仙。关于李白，可以搜寻真愿 YouTube 官网，有更详尽的介绍哦。以上源自网络资讯，若有侵权，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处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非常感谢您的观赏，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点赞、分享、订阅，以及最重要的开启贴心小铃铛。谢谢观赏，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